普通家庭应该如何对待穷亲戚？其实初中语文课本早就给出了答案，那就是六亲不认，翻脸无情。如果把天底下节俭的人排个名次，那么约瑟夫一定会名列前茅。可今天他却把一枚5法郎的银币，相当于普通人3天半的工资，施舍给了一个素不相识的老叫花子。朋友被他破天荒的慷慨震惊得说不出话来，可约瑟夫却面容悲戚地向朋友诉说起了埋在心里多年的往事。那时约瑟夫还是个孩子，他的家庭条件很不好，经济十分的拮据。2个姐姐全都因为缺少嫁妆而未能出嫁，一家人全都依靠父亲每日工作获得的微薄收入艰难度日。这样贫困的生活使他的母亲非常痛苦，贫贱夫妻百事哀。她不停地埋怨丈夫，经常用尖酸刻薄的话恶毒地责骂他。就像所有没有能力赚到更多钱的男人一样，可怜的父亲只能用手扶着额头，一言不发地承受着这一切。约瑟夫很同情他的父亲，因为他总是工作到很晚才回家，没有任何不良的嗜好，勤勤恳恳力所能及地应付着生活给他的一切。可即使这样，家里的一切开销都异常的节俭。他们从不参与宴请，这样就不必回请。购买生活必需品的时候，也一定要等着商店打折减价或者是抵货清仓。姐姐们的衣服都是自己做的，而所需的布料还要一个铜子一个铜子的讨价还价。餐桌上的饭也是始终如一的单调。小约瑟夫如果是丢了扣子或者是撕破了裤子，也一定会被狠狠地骂上一顿。不过每到周日，他们一家都会到附近的海边散步。父亲会穿上他唯一的那一身礼服，戴着高高的礼帽，母亲则搀着父亲的胳膊，2个姐姐也穿戴整齐，一家人就像那些生活幸福的和睦家庭一样，体体面面地出现在这些悠闲的市民当中。其实这不过是父母为了给大众展示他们未出嫁的女儿所耍的一点花招罢了。他们的年龄太大，已经不适合出现在平民的舞会上，何况这样的花销又太高。而问题的根本在于，他们负担不起任何一个女儿的嫁妆。在19世纪的法国，上至贵族小姐，下到平民女孩，出嫁时都会陪嫁一定数量的嫁妆，因为女性在当时的法国没有任何的地位，没有任何工作机会和收入，在生活中完全是丈夫的附庸，所以嫁妆的多少能决定女儿在家庭中的未来地位。男人们结婚自然优先挑选有嫁妆的女孩，可贫穷让约瑟夫的2个姐姐无可避免地成为了大龄剩女。他们一家人就这样陷在穷苦的泥沼里，每一天过得都十分窒息。他们迫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人拉他们一把，而这个脆弱的家庭似乎也承受不住任何一点意外的侵袭，哪怕只是一张吃饭的嘴，就足以让他们沉入淤泥里，永世不得翻身。而面对蔚蓝的大海，看到大海上返航的巨轮，父亲总是泛起某种希望。每到这个时候，他都会大声地对家人说，要是娱乐在那条船上，该是多么让人惊喜啊！父亲的亲兄弟约翰的叔叔娱乐就成了全家仅有的希望。而在这之前，他是全家的祸害。据说他之前行为放荡，挥霍无度，不仅很快就花光了自己应得的那部分财产，还大大减少了父亲应得的那一份。在有钱人的家里，一个人吃喝玩乐并算不得什么毛病，还能得到个花花公子的魂名。但是在穷人家庭，这样的行为等于是放父母的血，是一个十足的流氓和无赖。于是按照当时的惯例，他被送到开往美洲的商船，参加那场轰轰烈烈的淘金热去了。娱乐叔叔去了没多久，不知道做了什么大生意，很快就写信回来说他赚了点钱，并希望弥补哥哥的损失。而1年后，一位从美洲回来的船长告诉父亲，娱乐叔叔在美洲租了一间很大的店铺，做着一桩很大的买卖。2年后，父亲也收到了娱乐叔叔的第2封信，信中说他的生意很好，不久就要到南美去做一次旅行，也许几年不会再来信，他发了财就会回到家乡，和他们一起过快活的日子。这封信在家里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分文不值的娱乐叔叔从家里的害群之马摇身一变，成为了家里最受尊敬的人，一个能使他们梦想成真的人。母亲把娱乐视为能力卓著、不同凡响的好男子汉，父亲则是将兄弟的信当作上帝的福音书，时不时地拿出来念念，逢人就展示展示。虽然娱乐叔叔已经10年没有来过信了，可父亲母亲的希望却与日俱增。他们总觉得好心的、能力卓越的、能拯救他们苦难生活的娱乐该回来了。他们甚至对于娱乐叔叔回国后的富裕生活做了千百种计划，其中一项就是到乡下买套别墅。到了大姐28岁，二姐26岁这年，二姐终于嫁给了一个经济拮据的公务员。约瑟夫始终怀疑，能让二姐夫下定决心求婚，一定是有天晚上父亲给他看了那封信的缘故。婚礼结束后，他们一家人准备到哲尔塞岛上做一次短途的旅行。这个小岛属于英国，只需要2个小时，他们就能踏上别国的土地，感受异域的风情。
因此它成了穷人旅行最理想的目的地。轮船的汽笛响了，一家人站在船边，父亲紧张地看着自己的3个包袱被搬上船，母亲则搀着大姐在后面走着。自从二姐出嫁，大姐总是格外的失魂落魄，而走在最后面的就是新婚的这对小夫妻。轮船开动了，在平滑如镜的海面上驶向远方。约瑟夫望着不断后退的海岸，就像所有那些不经常旅行的穷人一样，心里既开心又骄傲。正当一家人享受这次难得的航行时，父亲突然看到2位先生在请2位美丽时髦的太太吃牡蛎。一个衣着破烂的水手用小刀将牡蛎熟练地撬开，递到顾客手中。在一艘行驶的船上吃牡蛎，这让父亲心动不已。他认为这件事情很有派头，同时也想在女婿面前出出风头。于是他走到妻子和2个女儿中间，提议要请他们吃牡蛎。母亲十分犹豫啊，她怕花钱太多，不过2个姐姐却立刻表示赞成。母亲没有办法，就推脱自己的胃不好不吃了，又转头对约瑟夫说，小孩子也不要吃了，不要养成从小贪嘴的习惯。于是父亲带着女儿女婿庄重地走到了卖牡蛎的水手面前，并兴致勃勃地模仿刚才看到的那2位女士，给女儿们演示起了如何优雅地吃牡蛎，可汁水全都洒在了她的身上。正在这个欢乐的时刻，父亲的脸色突然间生出一丝不安，他后退似的往旁边走了几步，然后快速地回到母亲身边。他的脸色异常苍白，小声地对母亲说，奇怪，那个卖牡蛎的老水手怎么那么像于勒？母亲很是诧异，父亲让他也走进去看一眼。约瑟夫随着母亲走到了老水手的身边，他衰老肮脏，满脸皱纹，一看就是个食不果腹的下等人。母亲回来了，他的身子都有些发抖。他对父亲说，我看就是他，跟船长打听一下吧，别让这个家伙回来又对我们纠缠不休。船长这时候正在甲板上悠闲地散步，父亲和约瑟夫走过去，有一搭没一搭的闲聊。等到船长快要厌烦的时候，父亲才问起那个老水手。船长不耐烦地说，那是个法国的老流浪汉，叫于勒，是他去年在美洲的时候碰到的，于是就顺便带了回来。听说他在这儿还有亲戚，不过他欠人家的钱就没有回去。之前他在美洲富裕过，谁知道会沦落成现在这个样子。父亲说话都变得结巴了，他颤颤巍巍地对船长表达了感谢，神情惊慌地对母亲说，是他，真的是他，现在该怎么办呢？母亲准备让约瑟夫把钱付了，不动声色地把女儿女婿叫回来，而且一定要保密，不能让女婿知道这件事儿。父亲跟吓傻了似的，嘴里不断地重复着天降灾祸。母亲则是说，他早就看出了于勒这个贼是个不成器的东西，早晚会来纠缠他。他又数落起父亲，父亲也再次扶起了额头，就像在家里一样。最后母亲给了约瑟夫一个5法郎的银币，让他去把钱付了。约瑟夫走到老水手的面前，把那枚5法郎的银币交给他。牡蛎钱是 2.5 法郎。老水手在袋子里翻找起零钱来。约瑟夫看到了他满是皱纹的手，他又将目光转向他的脸，那是一张因为贫穷而过度衰老的脸，疲惫不堪，愁容满面。约瑟夫在心里默念着，这是父亲的弟弟，我的叔叔于勒。他在姐姐们诧异的目光中给了老水手半法郎的小费。老水手立刻致以崇高的感谢，上帝保佑您，我年轻的先生。那副腔调不得不让约瑟夫怀疑，叔叔一定在美洲乞讨过。一家人重聚之后，母亲看到约瑟夫只给了父亲2法郎，约瑟夫坚定地说，他给了那个人半法郎的小费。母亲很是生气，因为他把钱给了一个无赖。之后一家人走到远离老水手的一面，快到目的地的时候，约瑟夫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想法，他想站在叔叔的身旁说一些温暖安慰的话，可后来没人买牡蛎了，叔叔于勒想必也返回了污秽的下层船舱。返航时，母亲怕再遇到于勒，一家人改乘了另一艘船。回到家以后，母亲还为于勒可能的纠缠忧心忡忡了好一阵子。不过此后他们再也没有见过于勒。约瑟夫从回忆中回过神来，对他的朋友说道，如果你再看到我给乞讨的人施舍5法郎的银币，大概就是这个原因吧。